2010年 ，WeWork 突然崛起把 coworking 的概念包装得包罗万象，就连软银的孙正义呢都投了将近100亿美金。但19年的时候华尔街的数位分析师揭露了 WeWork 的真实财务状况，属于他们的传说也随之破灭了。从此整个资本圈对于共享办公室避而远之，大喊本是二房东的生意就不需要再包装了吧？那你别说 ，WeWork 的落寞对我们马来西亚的影响其实也蛮大的。就说我们 KL 区域吧，当时大大小小的 coworking space 40多个，我觉得毫不夸张但随着 WeWork 的暴雷，再加上20年的口罩时代coworking space 的玩家直接被淘汰了将近1半以上整个领域可以说直接经历了一次性的大洗牌。如今剩下的玩家寥寥无几WorkQ coworking space、Common Ground、Colony 等等，就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已经经营了8年的 Infinity Eight 啦。他们的创始人雪亮今天来到了我们的 studio， 在种种的挑战下呢，他不止活了下来他最新的分行甚至开在了 TRX， 地点可说是马来西亚金融圈的顶配所以今天我们不只要从当事人的口中听到他的故事，也要从中获得属于他的 Founder Playbook。欢迎来到这期的 Founders Decode。当时候2017年，你刚刚开始 Infinity， 那 WeWork 还没有爆雷那时候，那这个赛道是蛮火热的连孙正义都投了一笔钱在那边。那这个东西有影响到你？当时候其实我们觉得很兴奋，当时候有一个讲法嘛，孙正义动的东西过后会不得了。可是过后的整个沉淀 ，Uber 也好 ，WeWork 也好，还是他动过的一些其他的投资也好，也证明了这个垄断其实是不健康的。其实有3样东西嘛，就是市场运作，还有资本运作。其实最高阶就是人本去运作。当时候我就开始学到，这几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当时候的想法是我先把市场运作搞好，我才真正的去想我的资本应该怎样运作，而不是我去动资本先，我才来想，这个市场应该怎么样搞好。所以还有，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的 bootstrapping 对一个公司还有一个生意是很好的。所以你从第1间到第2间 Infinity 里当中，这个过程花了多少年？我觉得 bootstrapping 我们应该做了大概2年半，2017年到2020年这当中，我们都在 bootstrap， 我们看得到利润点，看得到真正 market 的 demand， 看得到市场应该怎样运作，这样的一个概念过后，我们才觉得，我们想要开始有一些投资者。2019年的时候，就是算是 WeWork 开始爆的时候嘛，所以这整个东西也是当时候 dumb money 开始被 question，hot money 跟 dumb money， 就是到底这些 hot money 它的终点是什么？这些 dumb money 它的终点到底是什么？它如果没有一个终点，它不应该疯狂的投资。所以当时候其实也有非常多 founders， 他们的想法是 raise fund 先，过后再想。which I totally disagree。真正其实生意的本质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有办法得到利润点，你有办法得到一个你想要的薪水，公司又继续赚钱。如果没有经历过那2年半的一个 bootstrapping， 我觉得也不会有现在我们的这些 decision making 的整个尖锐度，或者是你的 cash flow， 还有你的团队应该怎样去分配这些东西。有没有计算过你花了多久才开始真的能看到一些利润？应该差不多是两年嘛，因为我们不是 F&B business。因为我发觉有很多 bootstrap 这的企业家，头几年都是在打着一个东西叫做 defense game， 所以我想看一下8年前的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要拼生存，你不会有太多想法，想办法把你的团队成本降低，想办法把你的 top line 变得越多越好，所以就是一直开分好，所以想办法让大家知道共享经济这一块东西它是可以做的。其实2个点，第一个点是你在把 underutilized asset 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这些资产转成被充分利用，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就是你怎样去共享你自己的一些，一个是费用也好，还是你的生意窗口也可以共享，然后还有你的自己的资源。生意窗口就是比方说你现在如果你今天请来的嘉宾不是亮，你请来的嘉宾是别一个人呀，这个你的生意窗口是这个人，
所以这个人他可能在这个地点他遇到别一个 business owner， 他很有可能也会 try 一个 conversation， 或者是你会介绍给这个 business owner， 然后 eventually 这个生意窗口，这个你请来的 podcaster 可能是这个人的一个either是 client， 或者是他变成他的 client， 就为他打开了一扇门这样子的感觉。当时候的想法就是怎么样生存，然后把这2点做好，再去想 revenue 已经到顶线，我应该怎样创造更多其他的这个 revenue。 From a founder to another founder， 你如何判断你的 revenue 已经到一个顶线？很简单，我们空间就是空间嘛，你租完你这个空间可能1万方尺，你租完每一间房，你租完每一个 desk and chair， 你租完每一个可能 virtual office arguably 它没有顶线呀，可是它就在那里了，你租完这些东西，所以它一个天花板，这个天花板达到了过后，我们就开始 expand， 可是一直盲目的 expand， 我们也是觉得我们一直在不同的碰到这个天花板，我们就在想，这个东西我们怎样把我们现有的客户制造别一个天花板，而不是一直在同一个天花板。这个天花板的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去寻找下一个收入来源，下一个成长曲线。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妈姑姐，还有朋友，还有整个社区里面的一些看到我们的、经过我们的人啊，来给我们租。过后就开始真正我想要开始 serve 比较大的公司，我想要开始 serve 跨国企业，然后我们也往这个目标去很目的性的成长。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大公司就开始觉得，亮，我喜欢你做的东西。所以其实被客人看见这个东西并不难，可是当企业开始相信你，这层东西就比较难，因为它不再是个人，它是一个企业，企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程序。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正的 breakthrough 就是当企业开始看到我们，还有企业开始相信我们。我们应该是到差不多第4年才开始深耕了很久，大家都知道，你的名字等于这一个行业，这样的时候，大家还是知道 you're a serious player， 你不是一个 hit and run 的一个 player。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企业里面其实也是人，企业的背后它的这些 proxy 其实都是人。所以这些 proxy 当他相信你的时候，你就有这个机会进入到被企业开始相信。当然你也要符合他们的一些需求，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坎。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当初在寻找的这个第2成长曲线？当时主要其实就是企业开始相信我们，然后他们也开始很 organic 的跟我们讲，我想要解决更多问题。一方面，企业的一些外包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痛点，那时候是 pre-COVID 的，我们就已经开始去被逼成长。像你说的，这个是一个 good problem， 所以这个被逼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也可以做 EOR， 就是 Employer of Record， 我们也可以做猎人头，这样子一个 head hunting 的一个事，我们也可以做薪金计算，就是 outsourcing 的 payroll 这些东西。所以 eventually 这个过程它算是很有机的成长，可是最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成长跟我们的空间的这一个成长线是很吻合的。当我们的共享工作者请多一个人，他就需要多一张桌子的椅子，他就可以把我们的 occupancy rate 推上，他又可以继续壮大他的团队。当团队壮大了，他可能又要想开发别一个部门，又有别一个猎人头的机会，是一个 snowball effect， 一个雪球。所以当时候第一个你接触到的比较大型这种外国的大企，是不是就是现在的这个 Meta？ 可以这么说，我们就在世界500强，我们在 existing serve 的 client 啦，可能差不多30到40个。Meta 肯定也是我们其中一个刚开始一起合作的一个伙伴。当然，他们不是给我们租空间，他算是跟我们一起打造一间空间。这个企业开始相信你，就真正有办法让别人开始相信我们。因为 Meta 头衔很大嘛，大家觉得 Meta 相信的公司，应该他们有做过他们的 due diligence， 应该他们有做过他们的筛选，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就越来越多企业开始相信我们，然后那个 flywheel effect 就开始产生。你会觉得现在的 i8 的整个状况你是满意的吗？不满意。过去差不多12个月，去年到开 TRX，
就是我们开了差不多7个新的一个 expansion 或者是新的店。目前当然我们在做的是一直把真正的空间打造起来，可是真正的 work 其实是开始在空间打造起来过后，真正的 work 不是打造这个空间罢了。The real work starts now， 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去把我们的其他企业解决方案更深入的去让这些共享工作者知道还有去 adopt。这个状况刚刚开始。第一道问题是使用率，我们的共享工作者使用我们的企业其他解决方案除了空间的使用率。第二道问题就是更多的企业解决方案能不能去更完善的打造出来。通过你的分享量，我开始可以看到整个 IA 的 foundation。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那么清晰的一个人吗？我觉得我不是。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我 fail 了2个创业。第一个就是 event 是一个快钱，可是它跌得也非常快。我把整个商场最繁忙的那一个街道租下来，然后我再租给不同的这些 vendor。我觉得那个可能奠定了一些当时候的 space， 可是我不太喜欢这个 business nature。我感觉它的 scalability 不是很大，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relationship based 的一个 business。所以我eventually 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不太是我热爱的一个东西。第二个是我开了一个 cafe， 我是一个鼓手，我打的是24节令鼓，所以真正那时候想要打造的就是24节令鼓的一个 cafe。可是我其实对 F&B 完全没有兴趣，然后我只是对文化有兴趣，所以我当时就打造了这个东西，然后也 fail。其实我25岁开始创业，这2个过程教会了你说 focus。专注的在做一个东西。很多现在的一个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是创业者也好，我觉得被时代推出来的这整个东西就是很低很低的耐力还有耐心，不能真正的去怪现在的人，或者是因为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产物，大家都没有耐心。其实 focus 这个东西它需要很大的耐心。我创业差不多10年，所以8年我在做 IA，2年我在大起大落，那2年其实就教会了我真正在 focus 做一个东西，你看到的东西是很不一样，你的生根的能力是现在是看不到的，可能会3年过后的、5年过后的你也看得到，市场看得到。以前是先 raise 小我们在讲话，现在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很多就是说会一直去参加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想说，通过一个渠道我就能直接开通一扇门这样子。但其实真正在创业的都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过程来的。经营 IA 的时候，其实早期也没有那么顺，你买回了你自己前合伙人的 share，我们现在还是很好朋友，所以还是会一起出来喝茶什么这样子。当然只是不适合一起做生意。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3个联合创办人。第2年开始，我们的理念就开始非常的冲突。我肯定是要想把它做得更大。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尽管我们理念不适合，那我就把你们的这个股票买回来，我就也 focus on 共享办公室这个赛道。当时候其实整个公司也没有在盈利，也没有真正在也有一些负债。所以当时候我就把大家投进来的钱一个本就换掉退回去，大家也看不到一条路，明白呀？所以就是一个好聚好散的一个想法。这个东西发生说是2019年，2018呀，2018的下半年呀，所以就是差不多1年半过后啊。你当初不会想到说这个可能是第3次失败？其实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感觉，当时候的非常强烈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企业家都会经过这个东西。对，我的这个前伙伴就算是跟我们讲，这个东西很难做下去的，因为他的槟城的一个朋友，还有他的其他的圈内的一些朋友，他们会搞这个东西，然后会搞得非常大，然后我们在没有资本、没有背景、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应该没有讲到不可能搞得起啦，是在讲吧，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在讲，就可能他在说，让你头里面的那个跳出新山的蓝图是没有可能的。做大的蓝图，因为它的
朋友或者是他的圈子里面的人可能更大不服输呀。创业家有10个有9个可能都是因为被 get 到，然后就创业被激起你心中的一些你的傲气，还有你的不服输的那一个想法。我觉得我的自信是比较与生俱来的。我觉得我真正想要证明的是我的天花板。自信是好了，可是过度的自信会把你的天花板限制。我很好奇我的天花板在哪里，我的这个好奇心是很重的。我觉得这个好奇心对很多企业家来说也很重要，就是这个它会驱使你去真正的去实践更大的天空，去看更多风景，去把整个东西做得更大。那这里也和 Infinity 8一起送大家一个小福利啦。从11月开始呢，他们最新的苏邦 Sunway Square Branch 正式启动，到时会和 Z Founder 一起合作举办为期1个星期长的 Business Week 那个星期里吧，每一天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商业活动，和志同道合的老板们讨论着各种各样的资本学、策略以及未来2026年的布局啦。要是你有兴趣参加的话呢，自己按评论区的链接询问咯。到时见。我想要了解一下你过后的发展蓝图。你看你现在有13间，你在于选址上面 location 是不是有特别的一些策略 ？YTRX 为什么？我觉得当时候的这个想法就是我们想要在新山、吉隆坡、槟城这3个重点城市，因为回去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是很 B2B 的一个行业，然后我们在 serve 的这个客户群，他们就是 SME 跨国企业，真正的需求其实就是在主要的重点城市。当时候我们就在想，这3大城市最策略性的地点，新山我们已经布局了很久，几乎把策略性的地点都拿下来了。槟城我们把一个蛮策略性的地点刚刚拿下，在去年的时候拿下来。吉隆坡刚刚也问到 TRX， 我觉得真正的最策略性的地点，现在在马来西亚来说就是这，所以目前就我们的整个布局其实就是在3大城市跟最策略性的地点扎根。你会觉得当你发现到 EOR 这个第2成长曲线的时候，就推使了你，或者说给了你一个更容易发展的一个空间了？肯定，因为 EOR 这个东西又跟我们的空间被填满的这个速度，它会加速，最后它又可以变成是解锁其他的解决方案。对一个真的在创业的观众来说，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有价值的。就很多人都急于解锁东西，然后英文也有一句话就是你 Jack of all trades, master of none。所以的确能理解为什么当初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去 bootstrap， 去先了解你自己、你的团队跟你的企业 ，before 你去 explore 这个东西拎到基本盘，就是你的 core competency， 是大家拿不掉也没有办法超越的一个东西。很多人就说企业还有创业家，你到一定的程度，你的借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借什么东西？人、资本、resources。当你没有去真正去借东风，这个仗就很难打。你第几年才开始接触资本这个东西？差不多第3年。当你开始对你的企业有一定的清晰度，你就应该开始动资本。如果你的愿景不是想要创造一个 lifestyle business， 你是想要创造一个 scalable 的一个 business， 当然没有对跟错啦，这个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商业决定。我们开始动资本的时候，第一我们动的不多，然后第二其实就是刚才讲到借嘛，所以借的情况下也不一定是要去稀释你的股份呀，所以就是把你的整个跟金融系统打交道呀，所以当你跟金融系统打交道的时候，银行开始相信你，银行开始愿意借你钱，这样的时候也算是其中一个动资本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东西也造就了我们的整个股权跟股份方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structure。到我们现在开了13+1，我们接下来会开多几间，所以目前这整个东西保守估计来说，可能你把所有的这一个装潢费全部加在一起，大概是
30个 million 左右。我们真正用股权融资的这个方面，就是大概是差不多300万。这整个东西的过程其实就是蛮 multi-dimensional 的，就是很多情况都是，有一些情况是用杠杆，有一些情况是用资源，还有就是你怎么样的去跟你的周围的资源一起合作，不只是我们的 landlord 呀，也可能包括一些可能像 Meta 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伙伴，还是一些其他的品牌。有2个融资的方向嘛，其实第一个就是生存式的融资，第二个就是策略式的融资。本质上最大的差异就是一个是雪中送炭，一个是锦上添花。真正的策略家，真正的布局者，他们肯定是要锦上添花。As a tenant， 我去过你的密买力的 branch，我也去过直接发2间 TRX，其他的我没有去过，但是我可以看到你是一个文化的爱好者。我有注意到一个东西是你有植入很多大自然的元素，你的 Mid Valley 那边也有那个我觉得是一个生态圈。I don't see any fishes there 啦，里面有青蛙，不是 fishes。我没有看到。OK，so 它是一个生态圈 by itself。TRX 的也是有，是。说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吗？可能是 upbringing， 还有我的一些表演艺术的这个背景，让我我觉得一个空间里面一定要有 art 跟生活其实是应该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如果你走入我们的空间，你都会看到 art 的 element。它这个其实彰显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DNA， 就是我们觉得在 art 跟空间跟工作当中这几个东西结合起来，它是很有意义的这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支持本土，所以这个 support local artists， 还有 support local 的一些在 art 的领域里面的佼佼者，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让它更容易被大家看到。这个土壤本身，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土壤，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没有太把这个东西当成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所以你觉得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它不应该是侵略性的？我觉得生意的本质是掠夺，这个绝对是正确的。可是当它在很不成正比的情况下的，像你说的侵略或者是垄断，它就不会是一个 sustainable。然后还是我们讲到孙正义，所以也已经证明了他的这一个垄断性的政策，杀死全部人，垄断完我可以自己定价格，未必是对的。对，所以我们还没有聊之前，那时候你也有跟我分享，其实你也蛮喜欢Sunway 的创始人，你觉得他们在于 sustainable growth 跟 development 这一块真的是做得很好。是，所以我们Sunway的这个分行，我们也 study 了很多Sunway 本身的一些本质，他们的核心的一些他们相信的一些价值。当然很多企业他们的这些 core values 或者是一些东西是为了 compliance 他们才写出来，可是真正 walk the talk 的企业家不多，所以我本身也很兴奋 about 这间分行的诞生，可是我就不剧透太多就让大家去看看。11月头的时候是10月1号，以前可以看到你都是在玩这个 defense game 嘛，就是 IA 的前几年，然后后面你也就发觉到说，哎 ，we can be something bigger。原来我们的顾客需要的东西不只是空间上的这些需求。那来到了今天，我看到的更多是如何去跟别人对接、共享杠杆。说现在你又好像变成一种 consolidation 的玩法。是，其实你觉得这样子的玩法是最好的一个模式吧 ？consolidation。我觉得过度的去想这个东西是不健康的。比方说，现在很多人会想 innovation， 我要做全马第一家什么什么。真正的 innovation 是你有全马第一个有100千个 customer adoption 的一个产品，所以真正的 innovation 其实是 customer 愿意买单，而不是真正的变成一个我做了一个从来没有人做的东西，因为 nobody cares。可是当你真正有办法去 be customer obsessed about 你真正去寻找大家要的东西是什么，
它的刚需其实已经存在了。当你有办法 hack 进去这个刚需，然后成为一个 provider， 这个其实是比较那个 adoption part 其实是比较难。与其去做一些要想要去创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 focus on 本身的一些 customer adoption， 还有这个 obsess about 你的 customer 的这些需求，我觉得这个东西更重要。因为你可以跟他一起成长。OK，thanks man。你还有其他东西要分享吗？没有。Alright， 我很期待看到你的那个 Sunway Square 的 Ranch， 真的是非常 appreciate 你的时间，这样。非常感谢你的时间也是。对，这个多，真的。学了，